去年我们出口了1万多台车，这不是运气，而是我们足够了解市场。做汽车出口的同行，我敢说10个里面有8个都在选国家这件事上踩过大坑。要么听网上说尼日利亚人多市场大，砸钱发了一整柜车过去，结果清关卡了3个月，滞港费堆得比车价还高；要么觉得南非有钱赚，硬挤进去跟几十家中国品牌卷价格，卖到最后算下来利润还不够覆盖售后成本。很多人到现在还以为非洲做汽车出口就得盯着人口最多、名气最大的国家冲。今天我把话撂在这，真正在非洲闷声赚大钱的汽车人根本不会挤尼日利亚、南非这些红海市场。利润最高的10个国家，有一半你可能连名字都没怎么听过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车和友，今天带你看清非洲市场，先给大家掰一个全网没人说过的反常识。很多新手做非洲汽车出口，第一反应是找人口最多、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，觉得人多就买车的多。但真实的非洲汽车贸易里，体量最大的市场往往不是最赚钱的，反而那些人口2、3千万甚至几百万的中小国家，只要踩中了政策红利或者细分需求的空白，单车利润能是热门大国的2倍还多。道理很简单，就像咱们国内港口装车，同样一台车发去拥堵的大港口排队等泊位、滞港、堆存，乱七八糟的费用能吃掉你30%利润；发去小而高效的港口，当天靠港当天卸，光杂费就能省出大几千。非洲国家的市场逻辑也是一样，大市场玩家多，规则复杂，层层扒皮，看着盘子大，分到你手里的利润薄得像纸。小市场只要你找对了精准的需求，没人跟你抢，定价权就在你手里。在说具体国家之前，先给大家讲透非洲汽车出口赚不赚钱的底层逻辑，听完你自己就能判断任何一个国家能不能做。非洲汽车市场的利润来源从来不是简单的国内外车价差，而是3块。第一块是政策红利差，也就是这个国家的进口关税、税费减免政策能不能帮你省下成本。第二块是供给稀缺差，当地缺什么车型、什么服务，你补进去就能赚溢价。第三块是服务附加值，别光想着卖车、裸车交差，售后、配件、改装、金融每加一项，利润就能往上提一截。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公式，不用懂复杂的外贸术语，3个指标就能筛出能赚钱的国家。第一个，综合进口税费加起来能不能控制在车价的 40% 以内。第二个，资料齐全的情况下，清关也就是到港办手续提车的流程能不能在7个工作日以内完成。第三个，当地有没有至少1个细分车型赛道还没有被中国品牌批量覆盖。3个条件全满足，放心做，亏不了。只满足2个，可以小单试错；只满足1个，直接 pass， 别去送钱。先从第10名说起，卢旺达。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第一反应是，这国家在哪儿？这么小能有多少汽车需求？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小，反而钱好赚。卢旺达整个国家人口也就1000多万，本土没有汽车工业，几乎全靠进口。但这个国家东部有大量的锡矿、矿区都在丘陵山区，路特别差，普通客车根本跑不了，对硬派越野客车的需求特别稳定。之前国内有个做专用车的企业，给卢旺达东部的矿业公司供了60台4驱越野客车，合同额2400多万人民币，单车利润比卖普通家用车高得多。这种市场的好处是什么？竞争极小，做的人少，客户要的是能干活的车，不跟你死抠价格。只要车能扛住烂路，售后跟得上，复购率特别高。当然坑也有，卢旺达对车辆排放和车龄要求不低，而且道路基建差，你不能拿普通城市用车去凑数，底盘、悬挂、散热都得做加强改装，不然发过去故障率高，尾款都收不回来。新手不用碰这个赛道，做批量工程车的同行可以重点关注。第9名，利比里亚，跟卢旺达的逻辑差不多，也是靠矿业吃饭的西非国家，国内有大量的铁矿、金矿矿区，矿区通勤全靠越野车辆。之前有国内车企给当地矿业公司供了20台4驱越野客车，合同额150万美元，算下来单车利润比家用 SUV 高不少。这个市场的特点是订单不算大，但都是精准的企业端客户，只要你能搞定1、2个矿业公司的采购，长期稳定返单。利比里亚的坑在哪儿？第一，港口效率一般，雨季容易延误，得提前算好船期。第二，当地外汇管制有时候会波动，收款尽量走美元信用证，别直接做赊账。个人散户不用考虑这个市场，适合做工程车、专用车的厂商对接。
第8名，贝宁。这个国家很多做二手车出口的新手应该听过，但大部分人不知道它真正的赚钱玩法。贝宁本身市场不大，它的核心价值是西非的转口贸易枢纽，北边挨着尼日尔、布基纳法索这些内陆国，这些国家自己的港口条件差，清关麻烦，很多车都是先运到贝宁的科托努港，再通过陆运转口到内陆国家。做贝宁市场赚的不是卖车的差价，是转口的服务费、内陆运输的差价，还有帮内陆客户处理清关资质的信息费。新手做非洲二手车，没资源没客户，完全可以先从贝宁转口做起，门槛低，不用直接对接最终客户，先跟当地的转口车行合作，一台车赚个2-3千美元的服务费，稳得很。贝宁的坑也很明确，转口的单证一定要做全，别把转口车当成当地销售的车来申报，不然补税罚钱能让你亏到哭。第7名，刚果金。这是非洲典型的资源型大国，铜矿、钴矿储量都在世界前列，基建和矿业运输的需求特别大，对重型卡车、越野客车、工程专用车的需求量非常可观。之前国内有专用车企业跟刚果金的运输公司签了3年的订单，分3批交付40台6驱客车，总金额640万美元，专门跑矿山到港口的人员运输线路。刚果金的市场特点是单量大，客单价高，只要能拿下一个大客户，吃个2-3年没问题。但这个国家的坑也是真的多。第一，清关规则特别复杂，灰色地带多，没有靠谱的本地清关代理，千万别轻易发车。第二，道路条件极差，对车辆的底盘、动力、散热要求极高，普通民用车型过去根本扛不住。第三，外汇和政策波动大，付款方式一定要稳妥，尽量前店会收足定金，别垫资做项目。第6名，坦桑尼亚，东非的核心市场之一，人口6000多万，二手车需求特别旺盛，街上跑的大部分都是10几年车龄的二手日系车，对性价比高的中国产燃油车、准新车接受度越来越高。之前有个国内做二手车的个体户老李，本来是去坦桑尼亚考察，发现当地油价特别贵，普通人养车成本极高，就试着从国内发了几台经济型燃油车过去，后来又慢慢加了新能源车型，还自己租仓库带配件，教本地修理工修车，1年下来也能卖几十台，利润比国内做二手车高不少。坦桑尼亚的优势是市场门槛适中，对个人车商友好，左舵车适配，车龄要求也不算特别严。坑的话，第一，当地基础设施一般，新能源充电配套差，纯电车型别发太多，先以燃油车为主。第二，本地车行竞争也在变大，别光拼价格，一定要带上售后和配件，这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。第5名，肯尼亚，东非的经济中心，首都内罗毕被称为东非小巴黎，中产阶级和富豪群体不少，消费能力比很多人想象的强得多。很多人以为非洲没人买新能源车，在肯尼亚恰恰相反，当地的有钱人特别喜欢新潮的新能源车型，觉得环保、有面子，而且加速和智能配置比同价位的燃油车好太多。之前有个国内创业者在肯尼亚卖中国新能源车，第一台比亚迪元 Plus 就卖给了当地做矿产生意的老板，人家本来开路虎揽胜，试驾完当场付全款，说这车加速比奔驰快，车机比路虎智能，开出去还显环保。肯尼亚市场的利润点就是高端新能源的溢价，同级别新能源车在当地能卖出比国内高不少的价格。坑也很明显，第一，充电设施少，卖车最好配套家用充电桩安装服务，不然客户顾虑大。第二，高端客户对售后要求高，没有本地服务团队的话，很难做长期生意。第三，认证规则比一般东非国家严，资料一定要提前核对清楚。第4名，埃塞俄比亚，这个国家最近2年在汽车出口圈热度飙升，堪称非洲新能源市场的一匹黑马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埃塞俄比亚是非洲进口中国电动车最多的国家之一，去年1年进口量占到了全非洲的1/3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国家水电资源丰富，电价特别便宜，大概3毛多人民币一度，比燃油成本低太多了。而且政府一直在推动能源转型，对新能源车辆有政策扶持。就在上个月，国内的威凌品牌一次性发了150台纯电皮卡到埃塞俄比亚，这是目前中国纯电皮卡出口非洲最大的单笔订单，专门给当地的工程、矿业客户用，既能拉货干活，电池还能当移动电站用。
在缺电的矿区特别吃香。埃塞俄比亚的赚钱机会核心就在新能源商用车型、纯电皮卡、纯电轻客、纯电物流车。这些赛道现在入局的人还不多，竞争小，政策红利足。当然坑也有。第一，当地的外汇管制比较严，收款一定要走正规渠道。第二，新能源车辆的认证和清关资料比燃油车复杂，电池的相关报告一定要提前准备齐全。第三，售后配件体系还不完善，做的话一定要同步铺配件，不然车坏了修不了，口碑直接崩。第三名，加纳。我直接说结论，这是所有汽车出口新手入局非洲的第一选择，没有之一。为什么？因为政策太友好了。从去年5月开始，加纳实行燃油车进口零关税，也就是车辆到港之后不用再交高额的进口关税，新能源车更是全免税，这在整个非洲都是独一份的，直接帮你砍掉了 30% 以上的进口成本，利润空间一下就拉开了。而且加纳的特马港是西非效率最高的港口之一，拥堵少，清关快，资料齐全的话3到5天就能放车，对新手特别友好。加纳也是中国二手车出口增速最快的非洲国家，去年同比增长了3倍多，当地 95% 以上的汽车消费都是二手车，对性价比高的左舵车需求特别旺。之前有个加纳的客户，通过国内的出口平台买了一台丰田 RAV4， 从选车、检测、报关、海运到清关提车，全程不到2个月。客户拿到车之后特别满意，后续又介绍了好几个朋友。新手做加纳门槛极低，不用大资金，先找靠谱的出口资质公司挂靠，找当地的华人车行或者二手车商合作，有订单再收车发车，零库存风险。加纳的坑在哪儿？第一，对车龄有要求，10年以内的车才行，超龄车罚款很重。第二，虽然关税免了，但还有港杂费、清关服务费这些杂费，核算成本的时候别漏了。第三，别发事故车、泡水车，当地市场不大，口碑坏了就没法混了。第二名，南非，这是非洲最成熟、最规范的汽车市场，没有之一。当地的汽车消费能力、售后体系、法规完善程度都比其他非洲国家高一个档次。今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品牌在南非的市场份额已经接近 20%， 相当于每卖5台新车就有1台是中国造的，奇瑞、长城、名爵这些品牌都在当地卖得特别好。南非市场的优势是客单价高，品牌能做出溢价，而且市场体量大，长期发展空间足。像一汽早在很多年前就在南非建了卡车工厂，从整车出口变成本地生产，累计卖了15000多台卡车，把市场根基扎得特别稳。但为什么南非只能排第二？因为门槛太高了。首先，当地的认证法规特别严格，想进市场要做一堆测试和认证，成本很高。其次，传统品牌布局多年，竞争特别激烈，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，价格都卷得厉害。第三，对售后、配件、质保的要求极高，没有本地化的服务团队，根本做不长久。个人散户和小贸易商，我不建议直接冲南非市场，大概率是进去当炮灰。有实力的车企和大贸易商，南非是必须拿下的战略市场，长期回报很高。最后说第一名，阿尔及利亚。很多人可能会意外，怎么是他？不是尼日利亚吗？我跟你说，现在阿尔及利亚已经是中国汽车出口非洲的第一大目的地，去年前11个月出口就超过了 11.8 万辆，相当于第二名、第三名加起来的总和。今年一季度还在继续增长，单月最高突破27000辆。为什么它能排第一，而且是最赚钱的？核心就是政策红利。今年阿尔及利亚出了新政，汽油车排量上限从 1.6 升提到 1.8 升，1.8 升以下的车型总税费直接减免一半，同时侨民可以进口5年以内的二手车，还强制要求进口商新车里新能源占比不低于 15%。 这一套政策下来，直接引爆了市场需求。现在阿尔及利亚卖的最好的就是 1.0 到 1.5 升的小排量燃油车，传祺、奇瑞的 SUV 都是绝对主力，中国品牌的市占率已经超过了 42%， 把日韩、欧美品牌都甩在了后面。更夸张的是客车，今年前2个月，阿尔及利亚从中国进口的燃油客车同比暴涨了18倍多，占了中国燃油客车出口总量的1/5。阿尔及利亚的赚钱逻辑很清晰，体量足够大，政策红利足，不管是做批量新车的车企，还是做二手车的贸易商，都能吃到肉。当然也有坑。第一，排量卡得很死，
1.8升以上的车型税费特别高，别碰。第二，认证和清关资料要求严，原产地证也就是证明车辆中国制造的，官方文件、一致性证书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能错。第三，新能源虽然有强制占比要求，但当地充电配套还没跟上，别盲目发太多纯电车，先以插混和小排量燃油车为主。讲完10个国家，再跟大家聊聊为什么很多人做非洲汽车出口，明明选了热门国家，最后还是亏钱翻车。本质上就是3个认知错误。第一个，贪大求全，总觉得市场越大越好，根本不看自己的实力匹配不匹配。明明是个小个体户，非要冲南非、尼日利亚这种大市场，进去之后连水漂都打不起来。第二个，只算车价成本，不算隐性成本，治港费、堆存费、清关杂费、售后配件费，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，很容易就把利润吃光了。很多人发车前不算账，到港了才发现赚的钱还不够交费。第三个，只卖裸车，不做服务。非洲不比国内，售后体系不完善，你把车卖出去就不管了，坏了没人修，配件买不到，客户下次绝对不会再找你，而且口碑传得特别快，很快就做不下去了。真正在非洲做长久的人，都是把服务当成核心利润点，卖车只是入口，后续的配件、维修、保养、改装才是长期赚钱的根本。很多朋友听到这会说，讲了这么多，我就是个新手，没资金没资源，当天就能上手的事有没有？当然有，不用你找客户，不用你垫资收车，今天就能做。第一步，找3家做非洲专线的货代，分别要一份最新的10个国家的海运报价、清关要求、综合税费表，花半天时间对比整理出来。第二步，对着我之前说的3个判断指标，把每个国家打个分，先选出2个门槛最低、税费最少的，比如加纳和贝宁。第三步，找国内2家做二手车出口的资质公司，问清楚挂靠出口的服务费和流程，然后去本地的二手车市场找2台3到5年车龄，车况好的国产燃油 SUV， 算上所有成本报个价，发给你在网上找到的当地华人车行或者二手车商，不用你押车，有客户付定金了，你再收车发车，全程零库存风险，哪怕第一次只成1台，也能把整个流程跑通，比你在家看10个教程都有用。最后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非洲汽车出口从来不是什么捡钱的生意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暴利行业，它的本质是把中国成熟的汽车产能匹配到非洲未被满足的需求里，赚的是信息差、服务差、认知差的钱。别迷信大市场，别跟风凑热闹，找对适合自己体量的赛道，小国家也能赚大钱，小订单也能做成长久生意。对于新手来说，先活下来再谈做大，先从小单试错，跑通流程，再慢慢放大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车和友专注汽车整车出口领域，带你吃透汽车外贸交易规则，避开整车出海各类风险，实操积累经验，祝所有做汽车出口的同行订单不断，